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茄子，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以及台大哲学系教授苑举正。茄子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另外是前张千健舰长黄征辉。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把目光调到北京哦，我们来看北京。北京现在呢有很多的国家领导人到那儿去访问，其中有一个国家叫做塞尔维亚，他的总统武契奇到中国访问这件事情别具意义。我们看到今天他甚至红了眼眶，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来听听看。Pre svega želim da se zahvalim našim kineskim prijateljima na veličanstvenom dočeku i primili su nas ovde u ovoj vili u kojoj je bio i predsjednik Putin i ranije američki predsjednici. Nevjerovatno mesto ovde u centru Pekinga, a kao da ste stotinama kilometara daleko. Hvala im na pažnji koju su posvetili poseti predsjednika jedne male zemlje i好，塞尔维亚他自认为他是一个小国，可是会被这么隆重的接待，所以他非常感动哦。所以你刚刚看到武契奇说，他到哪个地方都受到非常热烈的欢迎，包括抵达长城。他说他见证了中国人的决心，这样的民族不可战胜。另外呢，我们看到好多的民众跑来跟他说武契奇，武契奇哦，他也笑了。我们来看看这一幕。577. That's what you know. When I meet Chinese people in Belgrade, they approach me. They say, "We need to make a photo." Okay, how do you know who I am? You, Wu Qi 577. 好，武契奇跟武契奇其实在发音上面非常的接近。不过塞尔维亚总统来这个中国大陆访问，也引发他的邻居欧洲的其他国家有一些忧虑哦。包括军事合作这个部分，所以武契奇他在长城上接受访问的时候，他有说没有办法呀，中国的武器展现了绝对的统治级的优势哦，所以对我们国家很重要。那我的邻居、我的邻国要感到惊慌，我也没有办法。您看到这两国哦，中塞两国近年在“一带一路”的倡议之下，有他们的命运共同体。我们来听听看。Vojska Srbije je snažna, veoma snažna, bit će još snažnija, ali to ne bismo mogli da budemo da značajan deo opreme ne dolazi iz Narodne Republike Kine. I uostalom pogledajte jednu stvar Indije i Pakistana tokom nekih drugih sukoba i ovde u regionu, a i malo šire, jasno ste mogli da vidite gotovo apsolutnu dominaciju kineskog oružja i oruđa. 好，我们看到美国媒体也有报道，他说中塞两国预计签署多项合作协议。塞尔维亚不仅引进了大量的陆资，还可能在军事领域深化此举引发了欧盟内部的担忧。那另外，除了塞尔维亚，我们看到另外一个跟中国大陆巴蒂的国家也来了。这是我们看到这个巴基斯坦还有另外包括中国大陆、塞尔维亚、巴基斯坦，像这样子的国旗就在天安门广场同时升起那提到巴基斯坦，大家过去呢给他一个昵称巴铁。那他的总理谢里夫他也抵达了中国大陆。他说我们会取得经济成功，成为小中国你可以看到，包括他首站访华的这个地点选在杭州。那也有人问他说，奇怪，为什么是杭州呢？因为大部分人会选北京作为起点，毕竟是首都嘛因为杭州数位经济的地方那当然对于巴基斯坦，他们可能更加希望在经济上面有一些观摩。所以呢，巴基斯坦的谢里夫在杭州的头2天是见证了浙江跟巴基斯坦有2省缔结友好关系的这个包括各个方方面面的合作那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包括呢他出席了投资大会。中巴两国也签署了多项经贸合作据说这个签约的价值已经达到了12.2亿美元，多项的一个项目来，先请教亮哥怎么看这2个国家在中国大陆同时访问？塞尔维亚就是前南斯拉夫嘛，那个时候北约连续对南斯拉夫轰炸78天，那中国大使馆也因为这样被轰炸。所以他是共患难嘛，坦白讲是有革命感情的啦，就同时受害嘛。
那就是美国主导的北约嘛，那后来这个塞尔维亚是蛮可怜的，在那个新冠肺炎的时候就变成孤儿，欧洲各国都不给他疫苗，我记得中国提供疫苗，那武契奇亲自到机场接啊，当场还流泪哦。那后来因为就汲取他那个被北约轰炸78天那个教训，那没有人要卖给他防空导弹啊。结果中国大陆那个好像几年前吧，那很大的一个事啊，中国大陆出动了18架运20，我记得是经过土耳其，直接飞到塞尔维亚，有，提供那个红旗9B 嘛，对，我觉得大概中国大陆跟塞尔维亚的军事关系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了，就是说，就真的就是铁，这个叫塞铁了，另外那个叫巴铁，对，铁哥们，那塞尔维亚因为被北约这样欺负嘛，所以他发誓绝对不会参加北约或欧盟。所以讲白了，北约在那边忧虑，干你屁事啊！他又没有受你约制啊。不过匈牙利大概会很羡慕了，匈牙利搞不好也想买啊。那这次他卖给他了，可能就会，据我了解，歼10C要卖了。所以就是他就有一个战斗的队伍啊。那基本上其实塞尔维亚来不是只有军事采购了，因为中国大陆协助盖的那个塞匈铁路嘛，所以越来越多塞尔维亚人去了匈牙利。是塞尔维亚的人均 GDP 只有17000，匈牙利是28000，为什么？因为中国大陆在匈牙利有很多投资啊，那个电动车的零组件都在匈牙利。那因为匈牙利是北约嘛，又是欧盟啊，所以塞尔维亚当然会很羡慕嘛，所以他希望中国大陆可以比照办理的，所以他这一次大概有得到10亿美元的投资啊，承诺了，大概就是希望中国大陆可以去他那边投资一些高新科技项目。那巴铁去杭州表示他是内行的，因为杭州有6小龙嘛，那个宇树科技就在杭州啊，所以他很有可能是对这些方面有兴趣啊。那当然也有阿里巴巴啦，可以去看他的电商啊，因为巴基斯坦当然宁可是中国的电商，不要印度的电商吧。所以我是觉得到杭州是意有所指啦，因为机器人的工业啊，还有电商很多都在杭州啊，所以我觉得这2个国家事实上蛮有代表性的啦。一个是巴铁是在南亚嘛，一个是塞铁在欧洲，比较东欧吧，中间偏东了，中间偏东，它是巴尔干半岛，那因为塞尔维亚也是斯拉夫人，所以跟俄罗斯关系也相当好啊。所以简单讲就是，塞尔维亚是同时得到中俄的支持啊。那我觉得北约应该担心的是俄罗斯啊，不是中国了。那北约现在也乱七八糟啊。这个最近不是美国要从德国迁走5000多，结果决定要放在波兰。决定了吗？决定会放在波兰。那波兰本来的美军就有8500人，是加这5000就有13500，这算蛮大的。对，我觉得美国已经逐渐在布一个局了啦。就是未来如果法国跟德国太嚣张他就只跟这些个别国家签双边共同防御条约。波兰搞不好愿意退出北约了。因为与其让北约这些没有本事的人在一起，不如跟美国在一起啊。我觉得这个可能不只是波兰，现在芬兰也加入北约了。搞不好芬兰也觉得美国比较直截了当啊。还有波罗的海3小国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大概就是欧洲的一个局面的开始变化。
因为中国大陆，我认为中国大陆是下决心了。因为欧盟现在跟中国关系也不好，欧盟最近对中国那个同方卫视，同方威视啊，做安检的，欧洲的机场安检都是同方威视，结果欧洲人现在又在神经病了，说这个有安全问题所以要求同方威视要把它的供应链还有融资，全链资料都要提供给欧盟，那中国大陆非常火大，所以也做了反制裁。欧洲的制裁是你如果不提供我就针对你的全球营收的10%当做罚款。中国大陆下令同方威视不得接受，不得执行，那就是撤离，就对着干了。对着干。就跟那个美国去制裁那个恒力石化集团，中国商务部也说不得接受，不得执行，现在也是对着干了，对，阻断制裁嘛。是。那现在伊朗如果谈出一个结果，那美国就算了。对，来请教苑老师。我让大家了解一下为什么塞尔维亚现在过得这么辛苦啊！武契奇看到住这个旅馆都会哭起来然后呢又讲到这个中国的武器哭起来。上次去接受这个中国的军备那是运20载去的次数不少，给的东西一次很多，也哭起来了。我在欧洲住的时候，有个国家叫南斯拉夫，现在列成6国。其中这个川普的老婆斯洛维尼亚人就是其中最靠近奥地利的这个国家当中呢，里面呢最重要的部分呢，它的首都叫贝尔格勒我们有人大陆翻译叫贝尔格莱德了。那个贝尔格勒里面住的人呢，是真正的南斯拉夫人。大家知道塞尔维亚的那个国旗上面，你仔细看，跟俄国的国旗的话呢，俄国的国旗还不好意思把那个双头鹰摆在那边，塞尔维亚不但把双头鹰摆在里头，上面还有个皇冠呢。他们确实是以这个俄国人那个彼得大帝的光荣为光荣那么当然这个斯拉夫人的事情了，但是呢，我也可以想象得到，整个南斯拉夫纷争主要是那个时候就是这个波斯尼亚波塞再加上克罗埃西亚跟塞尔维亚打得一塌糊涂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就是大家知道为什么打这个南斯拉夫的内战呢？是因为迪托是克罗埃西亚人，他死掉以后，那从此以后呢，塞尔维亚呢本身就是要坚持国家的领土完整为什么笑起来大家一听就懂那么这个波黑跟这个克罗埃西亚他们就要分开。那我这边要讲的几点重点呢，就是说塞尔维亚在欧洲是被排斥的，所以塞尔维亚既不是欧盟的关系，所以刚刚亮哥讲得好，关你屁事，大家就了解。你原来就没有跟他就没有让他加入欧盟，也没有加入北约的情况下，就是你怀疑到塞尔维亚的确比较倾向于斯拉夫人。那第二点的话呢，就是说塞尔维亚的这个部队军队呢，他看到巴基斯坦，另外他看到卢旺达。非洲有个很乱的国家，人都快被杀光了。结果后来因为采用了大陆的军事以后，现在变成整个非洲最平稳，那个整个部队连喊口令都是1-2-1-2这样子喊的就是卢旺达。所以说呢，塞尔维亚这边想得到了这个武器，所以他刚刚也提到了这个巴基斯坦。那另外呢，很重要的确实是这个塞尔维亚的唯一的通口，就是说它那个铁路不能算高速铁路了，你只是算动车，大概250每小时。但是从塞尔维亚、贝尔格勒一直到这个匈牙利的布达佩斯，这边修了条大概400公里的，本来只有100公里对，来自对，但是就是要就是因为这个是一步一步的关系。话说回来必须要强调一件事情，原来不管是斯拉夫人日耳曼人或拉丁人他们都看不起中国人的。原来都是这样，连俄国人都不例外。那中国是靠自己的实力慢慢让他们不得不尊重。所以说那个武契奇他跑到那个北京的时候他为了说跟了布希跟那个川普还有那个普丁住一样旅馆。大家记不记得他第一次见到川普第一任的时候，他武契奇长200公分，205公分只能够坐1/3板凳，坐小板凳。对，要坐个小板凳对。那现在的话呢，到了北京是一视同仁。你说他感不感动？他当然很感动至少塞尔维亚人非常感动。塞尔维亚是大陆唯一免签证可以进入的欧洲国家，那现在加上俄罗斯了，那塞尔维亚加俄罗斯的土地面积非常大。不过我觉得这里面真正的一个重点是，塞尔维亚会产生一种产生一种效应，
啊，那种大国就是跟随着走这个中国走的效应，从塞尔维亚开始，像这个斯洛伐克啦，这个匈牙利啊，他们都有这种想法，就会有个群聚的效应，对，有这种群聚效应，这个非常比较重要，都会有欧盟限制。对了，我们现在那些再看看，对，来请教这个舰长。大家可以看得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到那里去的时候，你看他接待是非常的光荣的。他的在天安门前面的那个仪队啊，是跟美国总统跟普丁是一模一样的。可是你们知不知道塞尔维亚这个国家有多大？你知道吗？它的人口是660万，是我们台湾的1/4。它的全球的军力排名是107，我们台湾是20几，你就知道它是一个小国家。可是一个小国家到这里来，却能够遭到这么大的一个接待。固然像刚刚亮哥说的，他们跟中国这个传统以来有这个很好的一些友谊之外，可是你仔细去观察北京它其实所有的外交，它有2个大原则你去注意看它2个大原则基本上不会变的。它的第一个大原则就是无差别待遇。我不管你国大国小，你来到我这里，我给你的那个基本在天安门那个接待是一个标准的作业程序。那接着你下来这些私人的接待，看你自己可能想要什么东西。所以小国来会觉得受到很大的一个这个尊重。这种无差别待遇其实是外交上面非常重要的，不管它大跟小，它都是国家领导人。那你以为全世界都这样子吗？我不晓得你记不记得美国川普有一次在白宫接待了大概5个6个。南太平洋岛国的这些总统去那里去，因为以前他们根本不理这里的，后来发觉，中国怎么在这里好像这个活动越来越大，所以结果他们召开了一次南太平洋岛国的在白宫那里做了一个叫做接待他们。然后那天川普我要接到就川普站旁边，然后有大概5个国家的总统在那里，第一个国家总统讲话讲了大概15分钟，整个过程你就看到川普到后来脸色越来越难看。然后第2个人讲话讲到第5分钟、第6分钟的时候，他就说我没有那么多时间，我后面还有事，你们快一点好不好？这就是川普，你知道吧？但是在中国不会这样，这是第一个他的，就是我没有差别待遇，你来我都对你好。第2个是什么，你知道吗？你去注意看中国整个外交，好来好往。为什么他对这个塞尔维亚这么好呢？因为他长久以来跟中国很好。但其实台湾也真的要去想想，我们的国安团队要去想想看。你跟他对抗，他就是跟你对抗。你不管是谁，你美国，你来跟我说你要跟我算这个算那个，那对不起，我就跟你奉陪到底。我不怕你是谁，但是你只要对我很好，我就一定以礼相待。你是一个有朋自远方来，我好酒好菜。那你是一个豺狼虎豹来，我可以告诉你，枪炮弹药奉陪到底。你去看中国大陆的整个的外交政策，基本上符合这2个原则。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中国大陆在昨天礼拜天的晚上发射了神舟23号，这是一艘载人的太空船运送了3名航天员前往天宫太空站。那比较特别的是其中有1名航天员就是我们说的太空人，他是香港籍的这是第1次。那他们其中有1个人会挑战在轨留住长达1年，哇，这个很长的时间要在外太空，要在太空站里头待1年。那我们来看看呢，它中间有一些特别的地方，包括太空船跟太空站的对接他们把它叫做太空之吻就把它亲上去这样子那只有3点它在完成了3.5小时的快速对接，就时间抓得非常的准。那以前呢，返航的时候你必须把这个重量降到最低，只有50公斤的载重。可是现在呢，它可以达到100公斤以上必须要说这都是一些进步。那另外我们来看看呢，这是神舟23号太空人顺利进驻天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导播让我们看到的画面，完成了第8次的太空会师这是神舟21号的太空人，他们打开所谓的这个家门就把这个门打开，然后呢欢迎这23号太空人的这些 crew 进驻了中国太空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的太空会师，所以你看到他们按了一个赞有没有在这个太空中按了一个赞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呢，还有一项计划叫做嫦娥7号，计划是下半年他们要用绕、落、巡、飞跃等等的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
南极环境与资源的勘察哦，所以不得了了，在太空中哦，人类探索太空哦，做各种太空的一个太空梦哦，现在看起来是正在进行中哦，包括中国大陆的成就。那另外我们来看看商业的一些太空的竞赛也开始了哦，包括蓝箭航天、中科宇航哦，都已经开始做不同程度的融资啊、上市等等的工作。而另外，我们再把眼光放在电动车上哦，在欧洲有一些工厂可能闲置了哦，这产线闲置了。我们看到英国媒体怎么报道，这是《每日电讯报》，他说，现在中国正在接管欧洲衰败的工厂，包括了比亚迪、吉利、奇瑞、领跑这些车哦。借着在地生产，然后呢，就让欧洲汽车制造所有权悄悄地移到中国人的手中。包括你看到这个是斯泰兰蒂斯哦，它开放了西班牙的工厂给领跑、日产、福特、大众也进出售工厂。那我们也看到，比如比亚迪哦，刚刚大家有提到，它在匈牙利有自建工厂，那现在也在到处都在寻觅那些适合的厂房。有一些过去的这个已经闲置啊，或是废弃的，或者是不再生产的厂房。那另外有一个广告片哦，也引起了很多市场上或是影迷的讨论。这是著名的007系列哦，他已经演了快20年哦，他叫做丹尼尔·克雷格哦。最近他接了这个广告，这个广告是比亚迪旗下的腾势汽车电动车哦。在这个广告里头呢，他有说到，曾经的自己、过去的身份都会转变，新的道路、新的方式，对我们而言从来都不是问题。这不只是一个广告片哦，大家要知道，西方世界包括英国人。包括这个央格鲁萨克逊人是很觉得自己高高在上某种程度。那现在呢，我们看到这广告片里面的 slogan 是这样讲：世界变天了，007都放下身段了，你们还要嘴硬多久哦？所以你看到像这样子有一些隐喻哦，包括黑狗的隐喻哦，这个不愿意上车，有一点抗拒，带一点怀疑，对新事物警惕，很像现在西方人士对中国产品的心理状态。所以很多人都说，这个世界可能已经在改变了，你能不能够体会到它在挪移中它的变化呢？包括近年中国大陆制的汽车在英国的销售量这个市占率从5年前的1.3%，现在有15%。那当然主要是它的性价比很高哦，它用比较合理的价钱可以买到性能各方面设计很好的车，而且现在油价飙升，电动车比较划算。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华为拼出后摩尔定律说是它可以瞄准1.4奈米等级的晶片，重塑中国半导体突围路线，就要突出美国对它的封锁。另外它打造大容量的 SSD， 有望成为资料中心提供国产化的方案。那我们还是先请教两哥。那个中国大陆是计划2030要载人登月嘛那美国是2028，所以其实有蛮激烈的竞争关系了。是，可是因为现在那个空间站只有中国有嘛，所以等于是这个神舟23跟他对接。听说有一个人要在上面待1年。对，他这边有写要长达1年。对，那可能会在这边做很多实验，包括人体的实验。因为可能想要得到一些人体的数据吧。其实你待在没有重力的状态下1年我觉得很恐怖那个是心理状态生理上会有很多状态，比如说无重力，你肌肉流失啊，肌肉会流失啊，会有很多状况。那个牺牲也很大。可是你如果要走向月球，要在那边真的有殖民活动，或者是因为月球现在已经发现有一些元素地球非常稀缺了，那在月球有大量所以我认为可能会待一阵子，就有可能中国大陆2030年的载人登月，可能不是去一下就要走了所以当然就要对人体的状况有更多的了解那比亚迪这个腾势汽车我觉得这个比较接近中高阶车了，因为中国大陆的电动车其实在
在欧洲已经卖得不错了，大概已经占了快要20%，15到20之间啊。可是高阶车才刚开始，所以我觉得他这个蛮聪明的，因为这个 Daniel Craig 很多人都认识他，他演007也很久。那其实，那个腾势的，我们讲它 SUV 哦，事实上平均价格大概只有28万。28万的人民币 ，OK， 台币大概100多。对啊，其实很便宜耶。那如果是好一点的，这个 Z9，大概是33万到40万。这个是因为这次他开的应该是 Z9 GT 了。所以看起来比较像跑车哦，可是还是很便宜啊。40万才多少钱？100出头万。对啊，还是很便宜啊，200万以内，大概150万吧，差不多。我觉得他们现在都在推这种车，小米那个 SUV 也是啊，那个也是只有20几万啊，这个很麻烦呐，很麻烦，因为直接冲击到德国跟法国的车，尤其是德国啊。那未来可能欧洲的高级车，就像之前油车啊，被那个 Lexus 去冲撞，那现在是电动车啊，可惜台湾都买不到了，所以我们这个光流口水而已啦。是，好，来这个，来，我讲个更要流口水的，流口水，哎，我讲哈，就我所认知，我在欧洲住的时候啊，最刺激的比赛不是4轮的，是2轮的摩托车了。摩托车的话呢，那个大陆，我听到亮哥讲了好几次，那个张雪机车啊，人家的话呢，就是说张雪机车那个性能上得了冠军不说哈，那简直是不可思议啊！大家会认为摩托车的造型最顶级的是意大利的杜卡迪嘛，对不对？然后日本的话呢，什么Honda、Kawasaki 什么的，哇，这下子通通不得了。最难得可贵的是它的性能差不多，但它的价钱1/3都不到啊！那这个是重要的。你现在英国讲这些，我跟你讲哈，说句良心话，你欧洲人本身来讲的话呢，欧洲不是生产，是贪图享受啊。对不对？你这个东西的话，只要一来一享受的话呢 ，Daniel Craig 他讲的事情的话啊，弄了一个狗本身迟疑啊，那么人本来更迟疑。我说句良心话，那个欧洲人那个嘴脸我见太多了，你知道吗？整个欧洲人，因为我在比利时刚好就是日耳曼人跟拉丁人的交汇的地点嘛，一半讲法文，一半讲荷兰文。然后另外的话呢，那个斯拉夫人的话呢，虽然被这2种人歧视，但是他们也往东歧视啊，对不对？现在这下看到了产品的话，哇不得了啊，出现了改变。我再讲一个例子啊，那个英国人最会显摆了，那个 Snobbish 啊，装的好像绅士运动，那个 Snooker 连续2届克伦斯堡在薛菲尔的克伦斯堡里面的冠军都是大陆的小鬼啊！哎，然后最近赵新彤是去年，今年的话呢，就是这个吴一哲，他还是00后，还不到26岁，对不对？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很多西方人就开始发觉说，哎，中国怎么进步的这么快？那与其说你在迟疑的时候呢，你就不如说是直接尝试。我会觉得说，像什么匈牙利啦、斯洛伐克啊，他们比较有眼光，就发觉这种物美价廉的东西根本是挡不住的。你在这种情况下，像 Daniel Craig 是我在留学当中最重要的007代表人物啊，对不对？啊，那英国本身有一个道理，就是说英国虽然讲起来是落寞的贵族了哈，但是呢，英国摆出那个架势啊，还是挺吓人的。最近看到那个查理3世跑到美国去演讲的时候，教训美国啊，没有办法珍惜民主的价值，他都不知道美国不珍惜民主价值就是把他推翻的理由啊，他自己都会在那边讲啊，但是摆那个样子，而且颇受好评，至少美国国会啊、加参院、议院跟众院联合起来鼓掌很多。但是你现在发觉比亚迪的车能够直接在英国的核心中的核心出现这种展示啊，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广告的效应影响真的非常深远。我最后要强调一个重点呢，请大家要搞清楚啊，你在深圳那边的新能源车不是只有比亚迪哦，也不是只有吉利哦。也有几十个牌子哦，而且也都非常好啊。像我有的时候有个牌子就是叫蔚来了，我提到一下它的，让我印象很深刻。它那个那个新能源车不是有充电的问题吗？他们很厉害，他们直接开到一个站以后，直接过去3分钟，啪换完电池就走了。
哦，哎，就是你查都不要，人都不用出来啊！一到那边的话，一放下来，车子自动，你还可以去喝杯茶了。自动换啊，全部自动啊，全部自动，啪啪啪搞完之后，车子给送出来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到了指定位置以后，而且他们这个位置还不少啊，在高速公路上基本上都能够换得到。所以我前一阵子做了那个大概240公里的电动车，从这个成都去一个地方，然后我跟他讲说，你现在开电动车有没有这种电池加就是电力不够的这种压力？他说没有啊，你就是在任何的高速站里面要加的话，就充个10分钟也就够了。所以我都会发觉说，哇，大陆基本上要卖新能源车，你要解决很多 infrastructure 的问题啊。你基本上像美国连那个充电桩都不肯装的话，对，想卖也不可能啊，对不对？所以说大家也可以了解到这种情况。所以我会觉得说，大陆的产品真的是拿出实力来验证商业上的精神了。对，像台湾电动车的基础建设也做得不好，你要充电干嘛都不，台湾基本上是以能够不卖大陆货为主，所以我们大家辛苦，宁愿骑脚踏车也不要开新能源车，这种情况了。好，来舰长，大家可能看到今天这个神舟23号，你只是想说神舟23号又发射又成功嘛？我现在跟你解释一下它的技术，你就会知道中国大陆的太空科技到底先进领先在哪里啊？你要知道，任何一个太空站在天空中你知道它一直在那里转的，它90分钟绕地球一圈，它的时速是多少？你知道？22.6马赫，那是快到一个不得了的一个数字哦。这么快的东西在天空跑，你一个东西追上去，那你还要追跟它一样，然后再追上去，对不对？那传统上来是怎么接的？你知道吗？这个太空站在这里，对不对？我跑到它的后面，我这样子跟着它慢慢，我跟它同样高度了之后，同样速度之后，我用很慢的速度接近。左右调整，上下调整，它是一个3度空间，它这样过去。西方的所有的发射到今天，它的这个对接从地球发射一直到对接完毕的时间，大概是14个小时到40个小时。最厉害的是 SpaceX， 就是马斯克的那个，大概是14个小时多。你们知道中国这次这个叫做神舟23号，你看得到它3.5个小时，它怎么做的？你知道吗？它这个天空这个它在这跑，对不对？原来还在这里跑的，它在这里发射，它已经给你算的准的。我发射上来就在你的尾巴，而且它是一路这样子追过去，上来啪就接上。没有一个国家是这个样子。你想过它的差在哪吗？所以你看到没有？它的发射时间为什么不是好比说晚上23:00:00？没有，它是一个几分几秒它都给你，它已经给你从底下就给你算准的。我上去就给它接到我的发射的这个时间一定要准的。如果什么东西耽误1小时，不是1分钟，不必发射了。跟你追上去，它不知道跑到哪去了。所以它就是精准的自动控制，一路上来啪接上去。刚开始的时候，这个神舟8号的时候，它接的时间是44小时。然后到了神舟12号，它降到了6.5个小时。然后神舟21号以后，它降到了4个小时之内。这一次是3.5个小时，是人类有史以来最短的。你就知道差在这，对不对？然后接着你再来想，中国为什么会进步这么多？有时候我在想西方世界之所以这样子叫做打压中国，把中国逼的，你看他什么科技他都要自己做出来，没办法。好，我举个例子，当初美国有一个叫做国际太空站，对，国际太空站跟全世界所有人合作苏俄都可以，只有一个国家不可以，中国大陆。你就是不可以，我就是排挤你。那结果怎么办？他就只好自己去做。他自己去做，他造了一个天宫，然后用神舟运货，对不起，神舟运人，天舟运货，这样子大概现在已经是非常成熟了。现在变成最新的科技，最好的，而且从来没有出过一次事的，全是中国的这个科技。而且你可以看，从刚刚我跟你说这个对接的技术时间，你就知道它到底差在哪里。那我时常在想中国为什么现在这么多科技这样上来，你知道吗？有时候我想通了一个，就好像有一次我有问，你知道北韩都可以造潜舰，为什么台湾造不出来？我有时候问我们海军一个很资深的一个长官他就跟我讲了一句话，你们自己想想这句话，他说因为我们有美国这个朋友，中国大陆你知道他是全世界都不给他科技税，他很早就知道说所有事情我要自己做，任何的科技机械什么东西他做到今天全部都做出来了。这就是我自己的一个感触，就你就从我刚刚跟你讲这东西，你就知道中国大陆的太空科技
已经现在进步到什么地步。是非常谢谢舰长告诉我们这个对接的这个整个过程哦，的确是很让人惊叹。不过我们再把目光放到伊朗这个地方好了。到底这2个国家就是美伊战争要不要落幕啊？我们看到美国这边不断释放出说，哎，这个协议快要谈妥了。可是到今天我们看到最新消息是，川普又改口说，哎，不急。哦，所以我们到底应该要相信谁呢？美国官员是这样讲哈，他说，美伊之间的这个框架性的协议目前已经完成大概95%了。可是哦，就2点，我们谈论非常多次：核原料库存、浓缩铀，还有荷姆兹海峡。哦，这2个点现在卡关，那川普可能还会给伊朗5到7天的时间完成最后协商。可是伊朗这一边呐，讲法又不一样了，他反驳《纽约时报》的报道，他说没有啦，哪有谈核？浓缩铀这个没有呀，也没有同意放弃浓缩铀哦，所以其实2边是对不上的。我们看到路透社采访伊朗官员已经讲了，他说没有这件事情，没有明确承诺放弃浓缩铀哦。所以你看到这2国的谈判现在看起来还是在雾里看花。而另外我们看到呢，川普发布了炸弹图片，对伊朗发出隐晦的威胁。一方面说谈判已经差不多了，95%的协议要完成了，可是你看到他发文又发这样，所以真的是搞不懂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想法。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川普发布血腥战争威胁，无人机摧毁伊朗船只，尸体在熊熊烈火中四处飞溅哦，所以川普经常把他心里的想法吗？还是他要威胁别人的想法吗？把它放在他的 social media 上面，而且还用这个西班牙文写着再见，非常奇怪。然后里头还有这个伊朗的国旗，你看到这个船上面是伊朗的国旗，所以就是外界也只能相信美国可能还有理智的人在主导这一切，包括赫格塞斯，我们能信任他吗？他现在在美国的西点军校号召集成这个伊朗的海军，他说把伊朗海军给集成我知道军队们喜欢集成海军，目前这是唯一允许你们成调的海军。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包括伊朗现在已经说了，不排除协议会取消不是像美国讲的这样扬言战事，或者可能延伸到印度洋，这是伊朗的最高领袖军事顾问他的警告。那另外呢，我们再来看看一些事实吧。有一些这个战场上传出来的一些讯息，美国军用飞机空中突然宣布紧急情况，引发警报。这是美国空军的波音 C-17环球霸王3的运输机从德国的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起飞。那我们看到它发生了紧急状况，外界其实有点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因为它在罗马尼亚上空宣布紧急状态。而我们看到伊朗的宣布是说，他们击落了一架以色列的侦察无人机。那现在呢，我们看到呢，在西方世界包括由《金融时报》来披露的是，美国或者是西方世界说，中国的军规卫星设备流入了伊朗的革命卫队他们说用货轮假的 GPS 定位来躲避追查，这是《金融时报》揭露的一项讯息。我们来请教亮哥。我觉得美国跟伊朗已经进入最后阶段的谈判了啦，协议。对，协议所以现在2边都在吹牛尤其是美国啦，美国更需要这种好像快要成功的新闻，为什么？因为在炒股票那可是我认为已经快到最后了，因为伊朗有讲过一个方案说他浓缩铀不会交出来，可是愿意接受监督，在伊朗境内把它稀释浓度，他已经提过一个方案了。那美国也提到，就是只要浓缩铀可以处理那美国也说要逐步这个取消经济制裁嘛，这个都是最后一个问题了那在等什么？因为巴基斯坦总理还在中国对，他在访问，对不对？那中国刚好5月是安理会的轮值主席，
我认为很有可能哦。如果中俄要进场，就只要中国把伊朗的这个协议的谈判，把它弄到安理会就好了。哦，刚好。因为安理会另外4场都认为伊朗战争要赶快结束。对，英国、法国也是嘛。所以如果真的拉到安理会我觉得伊朗跟美国就要做出最后的让步了，那个就比较有台阶下，那个就不是让美国或叫让伊朗，而是让安理会所以我觉得他们都在撑要撑到最后一天那这个在谈判学上叫重要的第三方介入，中俄对伊朗重要那美国也要这个掂量，因为你刚去过中国嘛。我觉得这一个棋如果这样下，然后顺利达成伊朗的协议那中美俄这一个运作方式可能会成为未来国际争端解决的主要的模式。这个我们把它叫做雅尔达2.0你有没有发现以色列没有被找？他们不会找以色列的，所以现在最焦虑的就是以色列。他也觉得时间快到了。我为什么敢这样说因为布兰德油价已经跌了12%。你认为川普讲话比较有公信力，还是国际的油商当然是油商嘛。所以我认为很有可能就是在等中俄都准备好了，然后他们就说要开始进入斡旋，希望大家来谈。其实美国跟伊朗都到安理会来谈，我认为那个时候就差不多了啦。那现在美国坚持，伊朗要把浓缩铀从60%降到3.67%，跟2017年一样。这个难度当然会比当年要高嘛，因为2017年就是3.67%，结果回到原点。所以我觉得川普丢脸丢大了，搞了半天你要回到奥巴马的2017年，对呀，而且赫姆兹还没解决，对，而且奥巴马还没有经过战争，是啊，对不对？你打了灰头土脸，还是要回到2017，花了一大堆钱，少了一大堆武器，又要回到原点，然后把美国的军力削减了，给打垮，是啊，人家不再相信，国际形象变成是啊，完全这是输最大的得一塌糊涂。来，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台湾付钱还拿。好，我们请教岳老师怎么看现在伊朗的僵局？我怎么看都看不懂现在伊朗他所要的跟美国要配合的时间差距实在是非常大。我觉得伊朗要2样东西了。那第一个的话呢，就是要解除他的制裁，因为这个伊朗的制裁的时候呢，我要跟大家强调，我小的时候呢，到了读大学的时候，伊朗是一个极其有钱的国家那个真的是想不到，因为他们跟沙烏地阿拉伯分了同一块油田嘛，大家一打开地图就看得明白，这个不用我多讲。那现在伊朗被制裁了多少？46年以后，47年以后，那穷得不得了。现在听说这个伊朗的钱的话呢，1块美金可以换到150万，那还得了？这日子怎么过，对不对？那第二点的话呢，伊朗要求美国赔偿了，你毕竟炸人家13000多个点嘛。那这2点的话呢，前面一个的话呢，就是伊朗活过来了嘛，那就是有活血，它可以对付以色列了嘛。那后面一个的话，让美国认输以后，中东就2个霸王不是只有以色列也有伊朗那以色列当然不干嘛。那美国现在要的话呢，就是配合以色列讲，就是说，那第一个的话呢，就是你开放的荷姆兹海峡，这个其实原来就是开放，现在一打以后不开放。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说，你伊朗的话，刚刚亮哥讲，你要把这个浓缩铀的比例要从60%要降到3.几%。那你这个不是白干了一场？但是这2件事情的话，伊朗都表明伊朗为什么要表明？那个穆杰塔巴他为什么要表明说，我们浓缩铀绝对不会离你，也不会离开伊朗？他为什么要讲这句话？他不是讲给川普听的，而讲给以色列听的。他就把以色列转的压力转到川普头上去你看川普遇到这一点事情的时候，川普的 tackle 分2种，一种是自己大嘴巴乱讲话的 tackle， 另外是针对他讲了要做，被以色列的人叫回来。
另外一种 taco，所以他这种2种 taco 下转来转去，说实在话，我真的是看不懂。那伊朗本身来讲的话呢，做任何事情，伊朗只有一件事情，就把那个死掉的这个168个女生的照片摆在那边，往前一摆，那伊朗就没得谈。我跟你讲，伊朗的总统、议会的议长啊，还有他们的这个外交部长。原来都是温和派啊，美国没有杀他们，也就留着做谈判的，现在都成了激进派。没错。那你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都跟着穆杰塔巴在谈，那这样子会有什么结果？所以我觉得很难理解。那这个川普本身讲，所以为什么他登了照片？一方面是叫卢比欧讲说啊，我们大概有希望了；另外一方面，哇，炸弹adios 什么的，哈，那你讲这些东西，你要吓唬谁呀？是我们在这么远都看得这么明白，我觉得美国真的是很难脱身的。对，这100多个小朋友、小女孩的这个遗照片哦。对。川普到现在其实并没有任何一句话都没讲，道歉，完全没有，一句话没讲，这是令人发指。我们进一下广告。好，最后时间我们交给舰长。美伊战争啊，现在几乎已经要快结束了，但是在这个结束之前呢，我们可以把它做一个中整的一个整理啊。第一个。一开始开战的时候，这个川普说：“我这个战争就是4到6个礼拜嘛。”现在已经打超过，已经快要3个月了。就是这不是他能够控制，美国也控制不了，已经打这么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打完轰炸完毕之后，接着川普就威胁说：“你一定要同意我所有的东西，对不对？然后如果你48小时之内不同意的话，我就把你打回石器时代。然后48小时都要延长5天。”5天到了又延长10天，现在还在继续延，又延到30天、60天了，好不好？所以他就一直在往后拖，他就是没有办法再继续动手。然后接着呢，他们一再的说，这个行动叫做史诗怒火行动，所有的军事行动都达到了。那你都达到，那我们看看他到底达到了什么东西啊？第一个，荷姆斯海峡原来是畅通的，现在被封锁，而且目前完完全全控制在伊朗的手里，这个没错吧？完全在伊朗控制。第二个。浓缩铀哦，这些都是美国在讲哦。你再去看一看，伊朗相当坚持这些东西哦，他目前没有退让哦，这是第二个。然后第三个，一开始原来说要推翻他神学政权的，现在神学政权照常运作。所以你会发现他所有这些目标哦，通通没有达成。那原来的时候他是期望说短期快打、轻松胜利，结果现在到了一个长期的战略失败，美国彻底失败了。所以我说的，美国再也回不到2月28号之前它的国际地位，大家都已经看破你的手脚。那未来哦，你叫我猜测一下它最可能的发展哦，第一个可能发展就是哦，他接受一个有缺陷的协议，然后呢以求退场，这是第一个，我没办法，不可能。我虽然有缺陷，但是我还是要退场。是。第二个就是短而有力的打击，就是短，但是我要显示出我很厉害、有力量的一个打击，然后呢包装成胜利。这是第二步，然后第三个哦，就是转移焦点。如何转移焦点？古巴打古巴，对，你们发现古巴，古巴如果他倒霉打古巴，那美国你要记住哦，他想的是美国国内，舆论你怎么想是你的事，舆论的转移，整个国内另一个会转向古巴，就忘记了美伊，所以他的第三个就是能够转移这个焦点，不管怎么样，他的那个就是这个叫长期战略的失败，它是整个是一个策。